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现在我在荣县的西街的后面来探一家豆花店。据说这家店开了有30多年了，当地人极力推荐。现在过来看一下怎么样？哇，坐满了。300点单吗？300点，30块钱的位。哦，这里是在办凉菜的。猪耳朵好多一份呢？老板儿？啊，25一份啊？这个呢？12哈，好。哦，它这个豆腐是重新打在那个碗里面重新煮啊，跟我们富盛县不一样。它是水的啊，有点水。对，它是用那个刀把它切碎了的。它这个豆花跟我们富盛县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先做成豆腐，然后切一块，然后在那个荤浆里面煮了，然后再捞出来，还是不太一样。哇，这上面也坐满了，还有包间。还是坐外面吧，就坐外面。现在我们还是去坐外面吧，这里面都坐满了。店不大，全部坐满。这生意。好，现在扫码点餐哈。他这个要是不用扫码点餐，根本就忙不过来，而且上菜容易上混。这么多大桌，菜点的也比较多。我们4个人，豆花饭你要不要？要一个3碗，2碗就够了。还是先点2碗？2碗。好，2碗豆花，油碟2份。耶，它这个油碟是单独收费的，2块钱一个。点一份猪头肉，对吧？折耳根要不要？要。再点一份折耳根。你这还有什么的嘛？再点一个雪皮菜炒猪肝，25块钱。再点一个小煎鸭，总共是2碗豆花、小煎鸭、雪皮菜炒猪肝，就这些。下单。好，豆花来了。30几个2个。有红油的，一人一个嘛。这个豆花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呢？你看，这豆花它是说是豆花，其实我是看到他们的员工用豆腐切碎了之后，放到水里面泡住，然后再把切碎的豆腐放到它里面那个荤浆里面慢慢煮，煮了之后再一碗一碗打出来的。所谓的荤浆就是可以用豆浆来荤，也可以用花生来荤，搞点试一下。我感觉里面又有豆浆，又有花生，是吧？对，2样都有。啊，豆腐很嫩。严格来说，这个不叫豆花了，加了起来的叫豆腐，但是也非常嫩。这个豆腐看起来，它是不像是卤水豆腐，应该是石膏豆腐，所以它很嫩。它这个是白味还是有味道的？没有味道，没有白的，没有任何味道。但是这个做法的话呢，这个豆花跟富盛豆花完全不一样。实际上，这个荤浆它弥补了这个石膏豆腐的一个香味不足的一个缺点。它泡了之后，这个豆腐很难吃到石膏的那种特有的味道，这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做法。然后就是它的成本肯定会比富盛豆花要高一点，因为它有这个荤浆在里面。这个蘸碟有2种哈，这个一种是看样子像是烧焦的，还有一种是油碟。试一下这个，看起来像烧焦的，搞来试一下。哇，这个烧焦好辣了。这个蘸碟也很好吃，它里面除了烧焦还放了萝卜干，放了葱、花生碎，这味调的也比较不错，非常开胃和下饭。烧焦酱的蘸水调的很好。来尝一下这个油料的，这个是啥？豆吗？这个也是萝卜干，但是这个是油状的，试一下。这个很明显，它不是糍粑辣椒，就是炸的辣椒油，但是这个油也很香，各有千秋啊。这2个谁会辣一点？这个
烧焦还要辣一点。这个是辣，这是鲜辣，这个是香辣。对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你觉得是富顺豆花好吃，还是说这个豆花好吃？都好吃。都好吃。但是这个花生酱对于不喜欢喝倒水的人就很友好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我们这边其实它是把豆花夹在蘸水里面，这样滚一圈来吃的。相反嘛。对。学一下。就这样是吧？确实这样会更好吃点。这个豆花跟我们富顺豆花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各有各的好。那总的来说呢，这个是好吃的啊。它这个处理的很精妙，它把豆腐切成小块了之后，切成这种小条，放在那个盐水啊，我估计是盐水里面泡，泡了之后捞出来，把豆腐再捞进这个荤浆里面小火煮。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一个呢是去除了豆腥味，二一个呢虽然说是石膏豆腐，但是它几乎吃不到石膏的味道，就几乎跟卤水豆腐差不多。三个呢它成型，然后呢又很嫩，都好吃，跟富润豆花比起来都好吃，就相当于一个太阳一个月亮。来，雪皮菜炒猪肝，在我们四川非常的家常。这个雪皮菜感觉颜色没有我们的当地浓啊。对，它不红。它不红，这个不是很红。但是很嫩，看到没？这个特别嫩，插的是颠颠上面的。这儿给你吃那个。来一块猪肝，猪肝特别新鲜，处理的也特别嫩，这个姜也上的特别好，滑也滑的特别好。这道菜是一锅成菜，它所有料都调好，猪肝麻好味的下去一炒，所有料头一下，最后下这个雪皮菜，雪皮菜一腌了马上起锅。这道菜无论你是在哪里吃都油特别重，原因就在于它要在短时间内把猪肝炒熟，把雪皮菜炒熟，它油就不能少。然后呢，吃起来非常鲜嫩，微辣。我发现一个结论，就是这边荣县的这个炒的菜啊，跟富顺炒的菜是一样好吃，唯一的区别体现在辣度上面。富顺要辣些吧？觉得你们荣县人吃不了我们富顺的辣，起码相差2个档次。除了辣之外，其他都一样。这道菜推荐，油还是多的。推荐当中的推荐，吃下他家的拌猪头肉啊。它这猪头肉下面垫的都是折耳根的，早知道我就不点折耳根了，是吧？尝一个折耳根，来个猪头肉。这个猪头肉啊，跟猪耳朵是一样的，都是用的白卤。所谓的白卤，就是卤水当中不加含有颜色的佐料，也不加糖色，啥都不加，卤出来就是白的。但是呢，它里面也有香料的味道。像这种白卤呢，在我们自贡就很常见。在成都的话呢，白卤比较少。成都一般是卤上了颜色，切了之后用来蘸辣酱面。但是我们这个卤出来要用红油来拌，就2种都好吃。但是我呢更喜欢家乡的这种味道。用红油辣子来拌，这猪头肉口感带点脆，口味就是香辣型，微辣微麻。整体来说还是跟我们富顺的比啊，还是辣度稍微少一点点啊，其他几乎都差不多，几乎都是一样的。这道菜没有什么好说的啊，好吃，推荐。折耳根，其实可以不用点折耳根的，他也没有说这个。猪头皮下面垫的就是折耳根，早知道我就不点了嘛。它这儿折耳根全是叶子啊，没根啊。跟叶哈，叶子更新鲜一点，知道吧？叶子没有办法很好的保存，那个根的话，你就是打个保鲜膜放在冷藏里面，它放个3-5天没问题。这个你放3-5天它就坏了。要说吃新鲜的还要吃叶子，为什么说我们这里叶子多呢？挨着山区多，它采购食材的时间效率更短。所以用叶子，叶子吃要好吃些，少入味些。这个折耳根还是跟猪耳朵一样，味道是在线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份菜是多点了。好，来一个小煎鸭，这个小煎鸭嘛，就有点像是
这个辣度也在线。小煎鸭跟富盛的一样的，也有那么辣。这个鸭子呢，不是特别老，也不是很嫩，3、4个月的鸭子，整体来说没毛病。这个菜也没问题，很下饭。但是还是一句话嘛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20多块钱，是吧？不可能用那个真正的土鸭子来做，是不可能的。20多块钱，我觉得很有性价比，也很下饭。OK， 直接干饭。现在我们都吃的差不多了，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雪皮菜炒猪肝。现在正是吃这个叶子的这个季节啊，非常的脆嫩，还有折耳根也很嫩。虽然说我们多点那份折耳根，但是首先吃完的还是它，其他的都觉得非常不错啊。这个物价甚至比我们富盛还要便宜一点，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账单是120块钱，我们去买单吧，结账。从那这2碗豆花2个大是吧？哎，啊，单独来算的账啊，2碗豆花。120哈，你说的120嘛？该好多就好多嘛。不存在，不存在，都不存在。算121账算清楚了。整体来说总结一下的话呢，这桌子上没有一道菜是不推荐的啊，都推荐。物价也非常的合适啊，人均30块钱，包含米饭，包含站点，还有就是结账的时候还有个小惊喜，122、123，直接尾数就给它擦掉了，这就是小县城的人情味吧。好了，整体来说非常推荐啊，如果你再来荣县的话呢，一定来尝一下这个豆花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